7岁被父亲抛弃，30岁拿到第1个影帝，60岁满头白发却终身未娶。从无人问津的死跑龙套的，到享誉世界的喜剧之王，他是《大话西游》里遗憾错失真爱的至尊宝，也是喜剧之王里死磕梦想的影片酬，还是功夫里大音牺牲的绝世高手。从星仔到星爷，他用整整40年把悲剧活成了喜剧，把孤独活成了传奇。1962年，周星驰出生于香港九龙的贫民窟，家境贫寒得令人难以想象，全家5口挤在一间狭窄潮湿的木板房里，睡的是上下铺的铁架床，全家每月的生活费仅有50元。父母早年离异，母亲林宝儿独自拉扯他和姐姐妹妹长大。7岁的周星驰便在不断的争吵与物质的匮乏中度过了童年，性格也因此变得沉默寡言。童年的灰暗里，李小龙的电影让他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，也在心底埋下了一个演员梦。为了靠近这个梦想，他拜李小龙的摄影师兄黄纯良为师，甚至用炒热的绿豆练习铁砂掌，哪怕双手灼伤也从未放弃。16岁那年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就利用暑假去卖点心眼镜和电器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通过姐姐的朋友认识了同样怀揣明星梦的梁朝伟，两人一起报考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，可命运却给了他第一次重击。梁朝伟一次就考上，而他却意外落榜，但他没有气馁童年。在训练班毕业学员戚美珍的介绍下，他进入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夜训班学习，白天打零工补贴学费，晚上拼命钻研演技。1980年，他成为丽的电视台的特约演员。198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IQ 成熟时》，从此正式踏入演艺圈。然而1983年从无线训练班毕业后，命运并未眷顾他，他没有像梁朝伟那样一夜成名，而是被指派担任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主持人，只能在镜头边缘露半张脸。这一做就是6年。这6年里，他虽与龙秉基主演了单元剧《黑白僵尸》，但为了圆真正的演员梦，他依然在主持之余疯狂寻找跑龙套的机会。终于他在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出演被梅超风一掌打死的宋兵乙，戏份只有几秒，导演要求直接倒下即可，但他却设计了抬手格挡再死的动作，只为让角色更真实，最终还是被导演否决。这6年里，他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片场，受尽冷眼，就像他后来在《喜剧之王》里写的那样，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死跑龙套的。1988年，他出演动作片《捕风汉子》，凭借细腻又有张力的表演，被电影公司老板李修贤看中，邀其主演《霹雳先锋》，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影中担任男主角。为了演好这个浪荡江湖的小弟，他深入揣摩角色的内心，把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最终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，片酬从几万涨到10几万，终于得到了业内的认可，也为他的演艺之路打开了突破口。1990年，导演刘镇伟找他拍摄《赌圣》，当时甚至连完整的剧本都没有，只有一份简单的大纲。刘镇伟对他说：“你随便演，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”这句看似随意的话，却彻底释放了他的天性。他将跑龙套积攒下的辛酸与经验全部倾注在角色中，夸张的肢体动作，无厘头的台词设计，不按套路出牌的临场反应。最终，《赌圣》以4100万港币的惊人票房，一举打破香港影史纪录。那个留着锅盖头、戴着墨镜、一脸贱笑的左颂星，一夜之间成为了全香港的偶像。紧接着，他迎来了演艺生涯的绝对爆发期，甚至创下了一年上映11部电影的纪录，《逃学威龙》《鹿鼎记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短短几年间，香港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5名几乎全被他包揽。他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，用独一无二的无厘头风格征服了无数观众，也彻底摆脱了星仔的青涩标签，蜕变为人人敬仰的星爷，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耀眼的那颗星。就在他事业达到巅峰，与成龙、周润发并称为双周一成，成为香港电影的票房保证时，命运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。外界开始流传各种负面评价，有人骂他是片场暴君，对演员极其苛刻，有人指责他唯利是图，连曾经形影不离的最佳搭档吴孟达都与他渐行渐远。最惨烈的一次打击是1995年他自导自演的《大话西游》，他把自己对爱情的遗憾、对命运的无奈全部倾注在了至尊宝身上，他以为观众会懂，结果电影上映后票房惨败，被观众质疑江郎才尽，甚至被骂是烂片。紧接着他推出的《回魂夜》依然没有得到认可，他从票房灵药一夜之间沦为票房毒药。那段日子，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被媒体围追堵截，被观众误解，他变得更加沉默，不解释，不辩解，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藏在心底。他反复琢磨观众的需求，反思自己的创作，哪怕所有人都劝他回归之前的无厘头风格，他也坚持要在作品中融入更多正剧与悲剧的内核。直到几年后，《大话西游》传到了内地的高校，
那些在宿舍里看着盗版 VCD 长大的大学生们，突然读懂了至尊宝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这句台词成了整整一代人的爱情宣言。大家终于发现周星驰的电影小时候看是笑料百出的喜剧，长大后再看全是藏在笑声背后的人生悲剧。一夜之间，《大话西游》口碑逆转，周星驰也被观众封神。1999年，他自导自演的半自传电影《喜剧之王》横空出世。片中他饰演的尹天仇是一个挣扎在底层的龙套演员，却始终执着于自己的演员梦。那句"我是一个演员"火遍了全网。那个尹天仇对着大海高喊努力奋斗的经典镜头，也成为无数追梦人前进的力量。这部电影不仅延续了周星驰一贯的喜剧风格，更融入了极深的文化内涵与人生感悟。上映后，他以2984万港元的票房斩获香港年度票房冠军，彻底打破了所有质疑。观众终于重新认识了周星驰，他不只是一个搞笑天才，更是一个有情怀有深度的电影人。此后他的人生彻底逆袭，少林足球、功夫、长江七号、西游降魔篇、美人鱼，一部部经典作品接踵而至，每一部都打破票房纪录，每一部都成为华语影坛的标杆。成名后的周星驰更加低调，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电影创作，他不断突破自我，从单纯的无厘头喜剧转向融合功夫特效与温情的多元题材，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、制片人的全方位转型。他专注于电影的每一个细节，从剧本打磨到后期剪辑，甚至一句台词一个动作都反复示范琢磨。正是这份近乎偏执的苛刻与固执，才成就了一部部经典，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电影巨匠。而比成就更难得的是周星驰的人品与不忘初心的坚守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他第一时间捐出3000万，不买热搜，不发通稿，更拒绝记者拍摄捐赠支票。他鲜少参加综艺，即便斩获国际大奖，也从不张扬，不直播带货，不消费情怀。面对为何不再复出演戏的提问，他淡然回应：我老了，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。他把所有的欢笑留在荧幕上，把所有的沉默留给自己。如今的他虽身家1万，是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，却活得真实朴素，只默默投身公益，帮助那些和他一样出身底层、怀揣梦想的年轻人，为他们提供机会，助力他们实现梦想。从星仔到星爷，从龙套到巨匠，他的人生比电影更精彩，他的坚守比成就更动人。他用63年的时光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喜剧之王不是让人笑得最大声的人，而是笑完之后让你想起点什么的人。真正的传奇不是天生的天赋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。真正的强者不是站在光里接受欢呼，而是即使身处沟渠也要仰望星空。他就是周星驰，一个时代的符号，一个永远的喜剧之王。那么你最喜欢周星驰的哪一部电影？剧中的经典台词你还记得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